冬茶乌鸡。哇，这棵树有点厉害。小庭院，最美的星巴克之一，好浮夸呀！直接上手呀！光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好久不见！前2个月太忙了，这次终于抽到个周末，有空跟寇姐2个人到外面去玩了。这次我们的目的地还是日本，本来想去大阪神户那边过个周末的，但是神户的机票突然暴涨，于是我们一气之下买了去小松的机票，虽然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。之前去名古屋的时候说有空去北陆道玩一玩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北陆道去了。那么，这讨厌。我们这次是周五出发，周日回来，主要是去金泽和富山2个地方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，走。走了，还是吧。寇姐还没睡醒。托寇姐的福来享受一下 VIP lunch。去日本的事先准备我这次就不讲了，然后就贴在屏幕上大家自己看了，因为之前都讲过了。我们这次主要的行程安排是，今天飞机先抵达小松空港，然后从小松空港到金泽，然后明天的话早上可能还是在金泽，然后下午去高冈那里，最后一天早上在富山玩。但主要还是看今天飞机到底延不延误，因为我们这次乘的这个上海飞小松的航空，历史上看就是基本上每次都是延误的。前2天看日本说是有台风，把我吓得半死，然后今天一看台风完全飘走了。这2天天气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摆渡车，迷你屌丝飞机，延误半个小时，还可以。边一边好吃。刚刚出关了，特别快。但入境日本的时候，还是要去 Visit Japan Web 上填写一下信息，获取个2维码，这样出关会更快一点。这一班去金泽的巴士在1号站台是1点45分，这个就是去小松站的，也是1点45分。这次我买的是北陆的4日 JR Pass，价格是7000日元，其实不算便宜，但是它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可以免费乘北陆的新干线，乘北陆新干线就可以基本上 cover 掉我们所有的公交了，但是这个 pass 是不包括从小松机场去小松或者从小松机场去金泽的。如果买 JR Pass 的朋友想省钱的话，就是先乘公交车到小松站，280块钱，然后再从小松站去兑换 JR Pass， 再从小松站乘新干线去金泽。我看了一下大致时间也是差不多40分钟左右，跟从小松车站直接乘巴士去金泽是差不多的时间。从小松车站去金泽的话是要花1200日元的。买 pass 的朋友可以就是模仿我这条路。妈呀，天气真好啊！昨天还在担心会不会下暴雨，也不算，有点潮湿，但是不算很热。空马直接可送。从这边出来，这边就是可以买票的地方，就去小松站。这个不只用现金，也可以用 IC 卡，应该西瓜卡也可以，我们试一下啊。西瓜卡直接买就可以了。就拿到了。金泽是在那边的1号站台，然后这边就是去小松站的发车时间表啊。如果它没有延误的话，我们35分到的话，其实是可以乘12点55分这班公交车的话，它是可以刷 contactless 的，但是我没有试过，我也不敢用，也可以刷银联。因为小松空港特别小，所以它的每天的航班只有这么几，加起来可能就10几个航班，所以它这边的巴士都是按照航班抵达的情况来定的。有些日本航班如果延误的话，它应该巴士时间也会顺势往后延的。北陆新干线是最新开的新干线，小松站是2024年3月16日才开的。其实北陆新干线之前是2015年，是它终点站是金泽吧，好像。然后后来2024年，去年它是通到了最后的敦贺，其中就经过了小松站。我们这个 JR Pass 虽然说是可以乘北陆新干线，但是只能从
敦贺站撑到黑布宇奈温泉那一站，再往后撑，如果撑到东京就不能撑了。好了，我们巴士也来了。然后用侧面的手。这就是小松站啊，很小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应该也是在这里撑去小松岛的巴士，在那儿。北路这个 JR Pass 它是不需要去柜台去换的，它可以在机器上换，这比某些 JR Pass 要排队去换要好很多。小松车站这边也有711，什么都可以去买点什么补给。天气好的有点过分但是这儿吧。换 JR Pass 一定要去这个绿颜色的机器上换。我们在这里可以领取预约的车票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那个 e-ticket， 看看 exchange order， 然后在这里扫 QR code， 然后今天，然后还要把护照放到这边的，这就 OK。正在发行车票，请拿好车票。这个是要求是有这个才是车票。这个票就只能乘新干线，新干线今天延误了，时间应该是没省到，但是钱还是省了。这里看一下，这边是通往金泽的，把这个票子往这边一放，就拿就可以了。金泽和东京方面就是这个方向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在这等。这边还有一个 waiting room， 还挺大的。这个 JR Pass 的话，它是只能坐自由席的新干线的。自由席跟指定席的区别就是，指定席就是相当于你要定这个位置，然后自由席就是随便坐。每天早上6点钟这班卡芬亚 K 是全车指定，好像是东京牛马线所以 JR Pass 就坐不了这一班以及这一班。其他的这个红色的哈库塔卡跟 Suzuki 都是可以坐的。这边也有个 waiting room， 我们到站台上。忘记说了，这次 JR Pass 是在 Klook 上买的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二维码，然后就用那个二维码刷我刚刚演示的那个机器上就行了。你看这个 Suzuki 就今天晚了20分钟，今天运气不好算了。然后自由席的话是1到3号车厢。在日本旅行真的就是把 J 人逼得更疯，本来就够 J 的，还要被他再逼一波，尤其是到小地方，他的车特别少。给大家休息的位置，这太新了，这个车站24年造好的，果然是不一样。我们这一程如果直接买票的话，是不是很贵啊？对的，直接买票好像是要2910块钱，就是只是个十几分钟的路，但是要2000多块钱，太贵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买 pass 的话，就是可以随便坐这个新干线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。对比一下高铁，上海到苏州30分钟的高铁票是42块钱。这能比吗？这能比吗？希望之光号来了。上车了，看一下，还是有位置。这个分布跟中国的高铁是一样的，23座的，有一些日本的新干线是22座的。整个北路这边呢，其实在去年年初吧，好像经历了一个大地震，尤其是能登半岛，包括像金泽、富山这边，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震感，所以它整个北路这边还是在处于灾后重建的一个状态啊。去拍就是这个东西。这还有盲文。好了，出来了，金泽站 ，Dekuchi， ようこそ北路，ようこそ金沢。金泽好歹是个大站，人还是不少。然后出站的话，还是拿我们的 JR Pass 这边直接刷这个就可以出去。记得拿。OK， 我们出来了。大家如果想拿一点资料的话，其实可以每个大车站这边都会有观光案内所啊，这边还可以买巴士券，
也可以买一些纪念品和拿一些免费的物料。哦，哎，这就是金泽站啊，很有名。哎呀，现在天气就不好了，是不是下雨了？他们说北路这边很容易下雨，所以他会把这个，大家看这个，车站设计成这样，就是为了让大家避雨。我们现在要去宾馆，我的宾馆在晋江厅市场附近，然后离这边有15分钟的步行距离。JR Pass 的话是包括金泽市内的一个公交叫 JR 西日本公交啊，只能坐这个巴士是免费的，其他的巴士是要钱的。就在这个5号和4号站台乘，哎，怎么刚走掉一辆，要死了！好了，结果刚刚错过掉一辆车，要再等1个小时。这个车太少了，省钱省了个大计谋。好了，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走路了，走过去吧，也就10几分钟。看这边后面就是金泽的这个鼓楼啊，很有名的鼓楼。人行道都修了这种遮雨的地方，还是挺人性化的啊。走了几步路，太阳就出来了。日本现在这个天刚过了台风，还是比上海要凉快很多的。上海现在9月初还35、6度，我真是要命了。这就是晋江厅市场，我们酒店就在这儿。那边还是大雨的感觉，这边已经出太阳了。这今天的天气真是鬼迷。这晋江厅市场怎么造的那么现代啊？我还以为是个菜市场，还有停车场，我的妈呀！惊了！这酒店还是很令人眼前一亮的。这家店还是装修的还挺有 sense 的。而且这家店也有我们最爱的大鱼场，今晚又可以泡汤了啊！开箱，哦，好亮啊！哇哦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桌子吗？榻榻米哦，可以在这里喝茶。这是床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高端版全季。设计款版全季。坂小保太郎。这不是芝麻酥吗？哦，芝麻酥，好吧。这个汤还挺好吃的。很神奇，就是那种外面是硬的那种冰糖的感觉，里面是果冻的感觉。要是能买到就好了。好热。好了，我们出来了。这边就是晋江厅市场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过去。能过吗？能过，能过，能过。好，可以走进去。然后晋江町市场是这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市场，都是卖一些吃的，尤其是海鲜、刺身啊。它早上会比较热闹，现在我一看有很多店已经关门了。这边是刺身啊，卖牡蛎的，石川产，就是一些菜场。我估计本地人好像也是在这里买菜的，可能吧，我不知道。希望本地金泽人能来打我脸。哦，这个寿司还挺有名的，网上看很多外国人喜欢在这里吃寿司。他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虾叫大四エビ，白虾？不是，是煤气虾。北路白虾不是？哎，对，他们北路白虾也是很有名。这家店就是卖可乐饼，我想吃个可乐饼。看见？可惜了，明天早上再看看这边有没有卖螃蟹可乐饼。真的是下午真的全关门了哇！一只大螃蟹12600块钱人民币，好贵。
这里也可以吃这种直接生吃这些牡蛎，1500一个。是不是下雨了？我靠！等雨。好了，雨几乎停了，又出来了。你干嘛这么笑？我这好像又大。别。好了，我们到尾山神社了。尾山神社就是石川以前被称为加贺国，加贺国的藩主就是在战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前田利家。然后尾山神社呢，就是现在就是专门供前田家族的一个地方。哦，有猫咪，有猫咪。好白的一只猫咪。这尾山神社上面这个建筑还挺西洋风的啊，不像日本人的风格。哦，这雨里面感觉还不错。这个建筑确实挺少见的。努力，白井先生努力。还有足球必胜，必胜。看这有好多足球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必胜，野球也有野球。哦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当年前田家的那个卡布兜，就是他们戴在头上的经验尾兜。这个戴人头上不对。就是他又不打仗，他就是一个统帅，然后很多战国那种武将的头上戴那个头盔都很搞笑的。然后我们在尾山神社可以其实一路走到金泽城，然后再走到金六园，这条路是一条通的路，什么加贺百万担回游路头。这就是前田利家公的雕像啊，然后后面那个东西叫母衣，它是防弓箭的，就是它有一定防弓箭的作用。它是一个气球，其实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，它是个很软的东西。丰臣秀吉死之前封了一个武大佬，专门来辅佐他的儿子，然后前田利家是为首的，德川家康在他的下面。他是帮着丰臣家的，但是他最后因为年老去世了。前田利家去世之后呢，德川家康就肆无忌惮了，然后最后在关原之战中赢了石田三成，然后统一了日本。奥马兹是前田利家的正室。这儿也是有一个小庭院的。从这边这条路应该是通向金泽城的路，夏天这边就全是绿的，还有知了的声音。今天还算挺凉快的。好新啊！新的都建模建现在都不一点都不历史，好假。就当一个公园来逛吧。这个茶室最晚是4点钟进场。它这个公园建造还挺有错落感的，在地图上就是一片绿，但是它从这边一直到下面都是有交错落感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我们试一下看，从这边一路绕过去，从石川门出去，好看哎，这好看。这个公园在秋天一定特别好看。太阳出来了，这在造什么呀？日本现在哪里都在重新造城，熊本那边也在造。上次我们去的名古屋也在造，而且造的贼慢，一造就是几十年。这个东西一看又是几十年的事情啊。欧洲还是快一点。比欧洲还是快一点。哦，这好像是在重建什么二之丸宫殿吧？好像看这样子。这边就是进城就是要钱的了。
我们就走这边吧。它这个每走几步都有一个小屋子让你休息。你发现这边的白人还挺多的。金泽确实是外国人特别喜欢来的一个地方。就是京都和它的晚玩们。散散步还挺不错的。哦，好大一块草坪哦！这边护城河起码是有水的。这铺的太好了，都不敢踩。他也没写不让踩，但是感觉大家都没有说要踩上去的意思，挺好的。啊，今天人也不多，挺好的。往这个方向就是兼六园了。其实看地图上看着挺远，其实走走就10几分钟就走到了。我刚刚看了一眼，就是那边其实是二之丸，其实本丸御殿在那个地方。哦，那边那块森林就是本丸御殿遗址。从这边走出来一点点路，就是兼六园。兼六园被称为日本3大名园之首。那么另外2个园是？我其实不太记得，它是最有名的。我在好多综艺上看到它。兼六园贵版考，大人320，还是挺便宜的啊。它夏天的话是开到晚上6点钟，冬天的话就是开到晚上5点钟，所以现在4点多还能进去玩。苏州人很挑剔的。苏州人评价一下。就是那个那盏灯那个。哦，这个灯笼是有讲究的，但我忘记了。这石边上面那棵树，它现在已经快倒了，只能靠木架架着，像身上插着呼吸机一样。刚刚搜索了一下这个灯笼是什么意思，我现在读一遍啊，它叫徽针灯笼，分成2支，据说是因为形状犹如支撑琴弦的琴柱，然后徽枕与琴柱的日文发音相同而得名。就可以俯瞰金子，可以在这去了。就是它就是重量失衡太重了，虽然把它给救住，但是美观上确实减少很多。我感觉秋天那边肯定全是五彩斑斓，夏天就全是绿。那个肯定就是以前饮茶的地方呀。然后再坐在饮茶，然后看着湖。对啊，这个我们苏州很多。它上面那个叶子特别黑，像那种印象派点上去的是吗？兼六园以前是就是前田家的御花园吧，就可以说是。这边已经有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，再晚半个月来可能就更好看一点。嚯，这个太壮观了，我觉得。日本名物，哎，啥子给？不是啥子给，是伊塔基。大家在那个很多宣传照上看到松树外面罩着那个像伞一样的东西，那个是防止它这边雪把松树给压坏。然后我们夏天来就看不到，在冬天来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那种像伞一样的罩在松树上。因为北都这边下雪还挺多的。哇，这棵树有点厉害，这个都长到外面去了，野蛮生长。啊。松树为什么就？哇，厉害啊！松树为什么老喜欢长歪呢？松树就是不羁的松树，它不长歪就不好看了，但它长歪又容易唧唧。它有自己的性格，它有自己的想法。哇，
终于这个天变成该有的样子了。这有光打上去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夕阳下的板道。啊，就是那个帽子。哎，这就是前田利家。你看很多日本的那种电影作品里面，这个特别明显，因为又是金泽，金泽又是产金箔的地方，他就把那个帽子弄成金色去了。这个 JR Bus 真的跟我作对，我现在5点17分，他现在5点14分，刚刚走到一班车。走，今天就当 City Walk， 好久不出来走。裁判所，哇哦，你看这个法院还造的一点也不像法庭。这就是金泽的鸭川吧。这是白鹤吗？哎，感觉这个点应该店都关门了。果然 closed。这感觉蛮好吃的。金箔，金泽这边是全日本说金箔产量第一的，几乎是100%的产量都在这儿。哎，这里有家金箔店，可以进去吗？这些都是盘子上有一点镶金色的边边的。哇，还有金色面膜，24K 金 mask， 一枚6600。这种透明的盘子上都是那种拉金丝的。这杯子也很漂亮。这就是很多宣传照上的东茶屋街。全关门。为什么不开？为什么不开？为什么不开？全关门。傍晚过来的话，几乎没什么人，挺有氛围的。但是就是店全关，想来吃东西的朋友们可以早点过来，就跟高山差不多。就这个角度，看来还挺好看的。终于被我等到一辆 JR Pass 的车，谢谢他。等会儿应该就是下车的时候给他看一下这个 pass 就可以了，我们试一下啊。到了，只要把 JR Pass 给司机一看，我们就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了呢。耶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找吃的。金泽咖喱研究工坊，里面全是外国人，一定都是全是没有预定餐厅的外国人。金泽这边咖喱还挺有名的，而且我也挺喜欢吃咖喱的。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本来看中这家餐厅，可惜他得预约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找一家一看就不需要预约的店。这个是先得选咖喱的底，第二个选米饭，最后再选上面的 topping。哦，原来这样子搞的。今天对金泽印象怎么样？是一个 walkable 的景点，但是你真的要全程走下来的话，还是有点累。礼拜5、礼拜6来的话，21世纪美术馆是可以开到晚上9点钟的，所以其实如果有体力的朋友，可以一路玩到晚上9点钟。21世纪美术馆看了眼，其实也不是很有意思，就是所以我后来放弃了这个路程，而且抠姐逛美术馆肯定累死，所以我就没有让她去逛美术馆。你看她就走了几步，今天就已经不太行。哦，好香。我的咖喱饭来了，这元素应该正好。我的是 S。你一开始吃了，我说你等不及了。
挺好吃。真的吗？确实有点咸，但还行。我点的是猪排，然后这边是南瓜，然后是姜黄饭，然后是金泽咖喱。我们来吃吃看这个金泽咖喱是什么味道。江浙沪人不怕甜咸。好吧，这金泽咖喱感觉就跟吃鸡家差不多。我这还有一个完全生的鸡蛋，浇在这里。哇，来，这猪倒是一般了。这种全是外国人的餐厅就只能达到这个级别而已。主要今天是因为行程也不确定，害怕今天飞机延误，所以没有敢预定一家饭店。这个家咖喱饭呢，怎么说呢，挺普的。我挺满足了，因为我真的很饿。嗯，来到了全家，这有北路限定的零食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，我们可以吃一下这个螃蟹味的零食。每次来日本必吃的东西就是野菜汁。这个饮料还能缓解疲劳的。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但是本期视频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明天早上我们还要在金泽待，所以大家可别关掉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天气太好了吧！哎呀，第二天开始了，而且不是很热的，是吧？二战晋江厅，哇，好多狗子！果然早上人气多一点。其实这边的菜场感觉味道很少，虽然也有点味道，但是也没有菜场那么重的那种菜场味。就因为它的菜很多都是包装过的，而且，这摆的也太好了。好多可乐饼，能吃到。这个什么？这是玉米可乐饼，这是南瓜可乐饼。他们这可乐 K 的中文翻译是炸丸子，这明明就是炸土豆可乐饼。はい、カニコロッケ一つ、エビコロッケ一つ。カニとエビ。はい。来的，香虾可乐饼。我还没有吃到虾，但我看到它。确实有。它很香，它确实咬一口下去有那个虾的香味。カニ可乐饼。说实话，土豆的比蟹肉多。因为它土豆还挺好吃的。土豆是那种很绵密的土豆。是的，这里还有卖鳗鱼的，这可以吃，直接吃白虾的。虽然游客也有很多，但是我看本地人也很多人在这里买菜。这里像个超市一样，是大口水产的刺身超市。他们这市场不只是卖菜的，还有很多那种甜品啊、小吃啊，什么都有，而且很干净。菜市场甚至还有卖花的。这咖啡店也是在市场里面。我们绕了一圈又到市场了。好小的一杯啊，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。它的标志好像百事可乐。还真是。所以大家来可以认准百事可乐。你怎么今天花这么多呀？我今天心情好。你昨天心情不好了？我今天喝到了好喝的咖啡，我心情好。这大口水产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，还可以在这自动贩卖机卖寿司，真的有人买的。新鲜吗？这个应该是晋江厅的一个地图，还很明显，什么鲜鱼、果子、精肉都在哪里卖的，它这个都标识的很清楚。我们又来撑 JR 了我昨天晚上就是拍了一张这个时刻表，在日本这边就是工作日叫月曜到金曜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和土曜、礼拜六、日曜跟礼拜天还有节假日，它的运营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会看错掉。用 JR Pass 乘这个 JR 线的话，一定要认清它这个版，因为在谷歌地图上那个 JR 线它是不显示的。大家认准这个蓝色的车头有 JR 标识的车，就是 JR Pass 可以乘的车。好，出来了。我
们过马路吧。这边就是回程巴士的车站，现在是10:26，回去时间估计11:42这班吧，挺有劲的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，还有小溪，長町 OK ヤシキ District， 在日本就是武士的阶级挺高的，这块区就是以前武士住的地方，但是可能他这边也是重新改造过的。今天人不多，我会以为这里人挺多的。日本的武士大部分是有编制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军人吧，我觉得就是武士配刀，就像军人拿枪一样的，得有执照的 license。但他们这个房子最经典就是还是松树，跟昨天去的兼六园一样，松树特别的好看。哦，这种地方还会有卖这种 hot dog， 离谱。不过我看日本历史剧房子确实就是长这样。可以稍微看一眼。再往前是私人房子啊，他可以在这里看看，但不能进去。哇，这个可能会遭罪。这个小溪流。这就是这里面唯一的一个要付费的景点，就是野村家。这个门票还挺有，哇，漂亮，挺有意思的啊。这就是野村传兵卫啊穿的衣服。虽然日本人把自己的战国那种武士拍得很高大上，其实当年他们其实就是村民械斗，因为以前人就是那么矮呀，所以这房就很矮。小庭院。第15代当家，前第4个写的。江户时代引兵，就是那个门上的那个把手。哦哟，这个高个人太不友好了。哦，哇哦！那个太阳就是不一样。有个情况。好像是锦鲤。坐一会儿。哎呦，你这光都打到你脸上了。嘿嘿。这应该是枫叶，这个上面应该是茶室，然后我们上去看看。哇，这只好大，这只已经不是大了。这个茶室是要去2楼的。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庭院，这是。我听到了300元。这边就是茶室，这边喝茶都是，很漂亮的喝茶。这个不消费，你还看不了2楼的景。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小庭院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女士穿的衣服吧，这边角度还能看到那个庭院。这还有个鬼川文库，天哪，这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空间！以前日本人用这个刀，就这种长刀叫击刀，武士刀一般是一长一短。这个门口还有个和果子的工坊，有卖昨天我们宾馆送那个糖，就是这个。这家店是卖冷饮吃的，我们去吃吧，有好多
有金箔冰激凌。哇，这个好，妈的，好浮夸呀！其实就是贴了一块金，普通可能只要400-500块钱一个冰激凌，但是它贴了一块金就乘以2。金箔冰激凌，它在滴下来了，赶紧吃。快吃啊！金箔有味道吗？完全没有味道。我觉得跟肯德基的是蛋筒也差不多。都是噱头。啊，你的嘴身上沾了一层金。是吗？好，贴金了，贴金了。这里多好看！好了，我们金泽之旅结束了。喜欢金泽啊？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金泽就是很适合逛逛，因为它每个景点之间距离非常短，对，然后很有氛围，有一点点过度包装，就是比较影响外国人的一个设计。吃的东西没在金泽吃得很好。好了，我们这期金泽篇就结束了，那我们下一期富山篇再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一个金泽人 local 的一个小公园里啊。今天是周末，他们这边有小市场。这个穿着布肚兜，赤色鸳鸯不是，这是绿色鸳鸯肚兜，翠色鸳鸯肚兜。哇，剑道哎！剑道哦，就是哦，剑。这捞金鱼，这有点像那种庙会，迷你庙会，很热闹。还在弹三弦琴的老头，这个卖炒面。这就是日本人的周末吧，金泽人的周末。大家到这个小 market 来逛一逛。这边还有表演，这种初高中生的社团舞蹈表演。表演是这样的，明城小学一队。刚刚还有库玛莫，好的。不是，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非常平均，然后而且都很高质量的高中生。好了，我们去乘车了。好，拜拜。